现在我们是不知道是走里面走外面，外面就全都是水，里面的话呢全都是荆棘。我觉得这是 impossible， 不可能完成的。走到这儿，我真的有点后悔来这个地方了。我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 Lumi。我们这次旅行，因为先开始计划的 Mount Robson 的 Burke Lake Trail 因为发洪水关掉了，我们临时改变了计划，来到了 Jasper 国家公园，在这边订了一个唯一还有位置的2天1夜的背包露营的线路。不过这条线路比我们预计的要难很多，状况频出。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当我们回想这次登山的经历，都有些后怕。我在地图上显示是有一条小路往左拐，是条土路。哪来有路？哦，这儿啊，这有人吗？哎呀，录了吗？OK， 我们现在要进这叫什么了？Geraldine 这个湖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开到一个非常土的土路上。走，快，开车小心啊！这个路非常颠，你们坐好了啊，后面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这个汽车再往上走，我心里就开心。我们前面就2人。这就是车汉吗？一共3辆车，加上我们第4辆，我们就到我们今天 backpacking 徒步的门口啦。我已经尝试的去减负了，但是 Michael 这个人爱吃零嘴，所以我还是背了不少零嘴的。一边长吗？走吧。我们这次来的这个 backpacking 的 trail 是这个 Jasper 国家公园的管理人员给我们帮我们推荐的唯一 option， 唯一的一个选择，因为只有这个 trail 上面的露营地还是有空位的，不然我们晚上没法过夜。整个这个 trail 呢，大概有12公里左右的长度往返，然后大概有6到8个小时的爬行时间，爬升的高度呢是500多米，所以总体来讲，从这个 trail 的本身看起来不是一个特别难的一个 trail， 但是呢，在网上这个 trail 的难度被评级为难，主要原因呢，可能还是这个 trail 上面的一些路况是比较差的。Anyway 了，我们一起去探索吧。走吧。此时我们是非常自信的，毕竟我们也爬过不少山，背包远足也不是1次2次了，完全没有想到接下来会发生的一切。什么东西？你看那是啥？哦，那个是土拨鼠啊，不是，是吗？你过来到前面来，哎，好好玩，我也要去，来。土拨鼠是吧？啊，土拨不是，这是那个 beaver 什么东西啊 ？beaver 就是水獭，就在这拍，就在这别太靠近了，万一扑向你呢。超级胖，非常胖，毛乎乎。我们现在已经走进来差不多20分钟了。这块怎么说呢？到目前为止还不算太难，不过也是一直上坡，气温也上来了，还是有点热的在里边。给头发扎一下，这样上山的话凉快点。This is where we belong, we belong. A new day will soon begin. That's what I've been here for all along. 我刚才遇到个人，他在上面住了2个晚上，我就跟他聊聊天，问问他上面啥情况。他说到那个第一个湖那个地方，第一个湖是特别 muddy 的，就是有很多泥，然后后面就是有一个 waterfall， 那个 waterfall 瀑布那儿水很大，有一段是需要攀爬的，就会相对危险一点，就要注意。然后山顶的话就是 Second Lake， 我们不是在那露营吗？他说有一些pads，就是那个放帐篷的地方都已经在水下面了，只有1到2个是在水上面的。然后他在过去住了2个晚上，没有任何一个人，只有他自己。在听到了路人给我们的这些信息之后，我们意识到接下来的路程会比较有挑战，不过我们还是低估了这个挑战的难度。我们现在走了多少了？应该不到1个小时，40分钟，越来越热。
这是不是红了？有点热呢，我也想喝点水。来，我来拿你。前面有很大的水声，感觉有一条瀑布，我们下去看一看。好棒，快点来看看，水超清。你看这前面的路被水给冲掉了，好像没法走了。哎呀，不知道能不能行，估计要湿。往边上走走应该可以。亲爱的，你看，这应该就是第一个湖。哇塞，这就是第一个湖，还是很漂亮的，很绿。然后呢，后面这个山也还算是挺美的。边欣赏风光边吃美食。吃的怎么样，露露？吃的挺好，酒足饭饱啊，不，水足饭饱，走路。继续开拔。对，我们现在在第一个湖已经吃完饭了，我们现在准备继续往第二个湖走。其实到第一个湖只是走了一小半儿，好困难的还在后面呢。因为水位上涨的缘故，原本的路径很多地方都已经被水淹掉了，我们只能沿着水边较浅的地方小心地前进，或者是在茂密的丛林里面开辟新的路径。慢慢来，慢慢来啊！别着急，别一头扎水里了。我们可能走这个路不是人家走，一看就是这样走，我没看到。你们当心要吃太多了。这个树上面有有很尖的东西，一定要跨的时候小心。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对对对，就是你。啊！哎呀呀，对对对。在踩实了。踩实了。那一脚有点深。哎呀！今天露露同学也要挑战一下用登山杖过水路，这也是露露同学人生中第一次。哎，好，行，就是要踩点水，没事儿。这个汤小希的感言就是，登山杖非常重要。我回温哥华就要来一对登山杖。下面的水太多了，我觉得每走一小节，真的走得特别慢，每走一小节就跟打游戏闯关一样，有各种各样的关卡。看一下我这面这个，全都是水，要从这个小木头上这样子趟过去。现在我们是不知道是走里面走外面，外面就全都是水，里面的话呢全都是荆棘。不行，走不了吗？经过12关的那个过水的活动，虽然不水了，现在呢是一个爬石头，大家来看一下啊。啊，刚刚半天都没有路，因为雨下太大了，而且路也很难走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走了快有1站多了4个半小时了，不过直线距离可能也走了只有4到5公里。为什么走那么慢呢？大家来看看一下我们的路，我们的路啊，不是水塘就是沼泽，不是沼泽就是大石头，几乎正常的路就是没有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当时在想，哎，这个整个 trail 距离不长，海拔也没那么高，为什么在 Google 上是 hard？ 我现在明白了，这不是 hard 模式，这是什么 hard？ 这还下着雨，这简直了，这都。我觉得这个拍看着走完，今年夏天backpack到此为止。现在天气好一点了，这面山还是很雄伟的，看看我后面，哇塞，看着大石头啊！哎呦，好累，我在这歇一歇。大家看到没有？我身后这个石头堆堆，这是人家
一起经过的人给我们做了一个指示牌，我们找了半天都看不到那个树上的那种黄段子，都不知道路在哪儿。后来就看到有人搭了一个这个东西，就知道有人在那边走过，才知道哦要往这个方向走。哇！哎呀，第二个湖比第一个湖好看。不过我们要到第二个湖的尾端，营地在那个第二湖的那边。我们到了这边这个湖边了，然后呢感觉走了很久了，都有好几个小时了。看到湖就以为到了我们营地的 Second Lake 了，结果一看地图是一个中间的一个不知名的一个小湖。我们的营地还要走好久，我们整个也就走了一半刚刚。唉，看到前面那个瀑布没有？我们要穿过那个瀑布，到瀑布的另外一边，还有一条湖才是我们的营地。当我们得知预计3-4个小时的路程，在走了5个多小时以后，刚刚走了一半，内心是非常崩溃的。特别是我们看到这条路最难的阶段还在后边。哎呀，今天绝对是 hard 模式，中间有一段时间，离上一次拍视频已经过去1个半小时了，中间有一段时间都是把相机收起来，相机都掉到水里一次。啊！你看后面的瀑布。对。我们那时候看好远啊，现在终于。我们是不是要翻到瀑布后面？好像是的呢。刚刚我在那个湖那边说要翻过这个瀑布，你有没有绝望的感觉？我觉得这是 impossible， 不可能完成的。但现在我们咬着牙来走过了那个小湖，马上就要翻到这座山了。加油，我们可以的。我可能等会儿把相机还要收起来，然后，我们瀑布上面见。在这座山上，我们经历了本次旅行最惊心动魄的一段挑战。这边有些地方坡度超过70度，而且地下的碎石非常滑。我们还背着沉重的包，而且没有登山杖，而且接近山顶的时候还要穿过山脊的积雪，整个攀爬过程险象环生。在又过了3个多小时之后，我们才来到了山顶上。感觉就是不怎么下来。这条 trail， 我会在朋友圈警示大家，千万不要来，不要再来遭受我们这样的痛苦。真的好，真的是还好遇到那几个。我要不是那个遇到那群老外女生能够帮助我，一个帮我把包给卸掉，一个在后面保护我，拉着我一步一步的教我走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就挂在那悬崖上面，今天晚上就要在那过夜了。我跟你讲，真的，这上天派来的使者，赶紧的，咱们去营地好好感谢他们。今天晚上请他吃一顿中国泡面。慢点。经历各种生死关头，我们终于来了。这简直了，这！我们现在终于在爬了8个多小时了之后，到了这边了，到了这个湖边了，但是还不知道在哪儿搭帐篷，真的。现在感觉去营地在湖的另外一边，我们再往前走走看看今天晚上怎么办吧。营地要在湖的另外一边，因为湖水很高，很难走。还有1公里，我们上1公里就走了2个多小时，现在已经很晚了，路实在走不动了。我现在到前面呢去探路，我也不行了，真的没有想到这么难。走到这儿我真的有点后悔来这个地方了。哇塞！后边我就没有再拍摄了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我们真的感觉到了危险。在经过9个小时的攀爬，现在已经是晚上8点了。我们也没有办法再走回头路了。前方虽然只剩最后1公里，可是那无数的岩石还要趟着水才能过的这条湖，让我们都感觉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真的是骑虎难下。
是在山顶第二天早上了。昨天晚上后来没有拍，实在是拍不了了。后面的路特别难走，悬崖峭壁外加大石头过那个水坑，真的是没有办法拍了。我们昨天到营地已经半夜11点半了，我们早上11点半出发，整整走了12个小时，后面天都黑了，我们一直只能带着头灯摸黑爬过来。真的是太痛苦了。我们的鞋全部都湿了，袜子也都湿了，现在也没有干。我昨天晚上那会最害怕的时候，就是你们那时候前去探路，我在后面等你们。我那个时候真的是着急，因为天已经快黑了，你们要是不回来找我，那就更危险了。我就已经后来就打911打 SOS 了，可是后来因为没有信号，都不知道911有没有收到。我也发紧急联系人了，都不知道有没有收到我们的定位。这趟旅行让我们感受到，在大自然当中，我们是那么的渺小。我们都应该一直对大自然存有敬畏之心。也希望看到这期视频的小伙伴们，在以后出去户外旅行的时候，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还是成功了，而且山顶的风光也没有让我们失望。好了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